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林更新谭松韵携手都市爱情轻喜剧的新篇章，甜宠解压剧盘点第1期。今天开始，夜语会把推荐的剧分类，大家可以在分类里找喜欢的类型。好了，今天要和大家聊的是《请叫我总监》。这部剧改编自洪九的同名小说，由才华横溢的姚婷婷执导，林更新和谭松韵这对新鲜组合领衔主演，带来了一场都市职场与爱情的轻喜剧盛宴，讲述了一个关于梦想、成长和爱情的故事。于2022年4月29日在优酷播出。柠檬，一个怀揣着成为投资总监梦想的女孩，却在现实中成为了总裁秘书。她的上司陆继明是一个业务能力极强但脾气火爆的霸总，两人的日常斗智斗勇充满了笑点和泪点。柠檬的坚持和陆继明的霸道构成了这部剧的主线，让人在欢笑中感受到职场的不易和追梦的艰辛。这部剧不仅仅是关于职场的奋斗，更是关于两个人如何在相互碰撞中成长，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。它以轻松的笔触描绘了都市年轻人的生活状态，既有职场的紧张刺激，也有爱情的甜蜜温馨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它像是一股清流，让人在忙碌之余也能找到一丝心灵的慰藉。柠檬的梦想与现实之间仿佛隔着一道看不见的鸿沟，他梦想成为投资界的翘楚，却在现实中成了总裁的秘书，每天面对的是文件和咖啡。而他的上司陆继明，那个看似无所不能的投资总裁，却总是对他的梦想嗤之以鼻。但柠檬不是那种轻易放弃的人，在一次意外的契机下，他决定离开陆继明，独自踏上了求职之路。这一走，不仅让他摆脱了总裁秘书的标签，也让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和机遇。在英石投资，他开始了自己真正的职场生涯，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，但每一步也都坚实而有力。与此同时，陆继明虽然表面上对柠檬的离开不以为意，却在背后默默地关注着他的成长。他时而严厉，时而提点，让柠檬在职场的风雨中逐渐站稳脚跟。两人的关系也在这种微妙的互动中悄然发生了变化。剧情中不乏高潮迭起的职场斗争，也有温馨甜蜜的爱情线。柠檬和陆继明从最初的互不理解，到后来的相互支持，再到最后的深情相拥，他们的故事就像是一杯调制的恰到好处的咖啡，苦中带甜，让人回味无穷。在这部剧中，我们看到了柠檬的成长，也看到了陆继明的改变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无论是职场还是爱情，都需要勇气和坚持。只有不断努力，才能在生活的舞台上成为自己命运的总监。在这部剧中，柠檬和陆继明这对欢喜冤家无疑是最亮眼的存在。柠檬，一个有着小鹿般清澈眼神的女孩，她的坚持和纯真让人忍不住想要守护。而陆继明，那个总是一副我很忙，别烦我的霸总，却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柠檬的关心和宠溺。林更新饰演的陆继明，可以说是完美诠释了霸道总裁的形象。他的眼神中既有不容置疑的权威，又有在柠檬面前不自觉流露的温柔。他的每一个小动作，每一句台词，都让人感受到了角色的层次感，仿佛他真的是那个在商海中游刃有余的陆继明。谭松韵则用她灵动的演技，让柠檬这个角色充满了生命力。她的每一个小表情，每一次小挫败后的自我鼓励，都让人感同身受。她和林更新之间的化学反应，就像是冰与火的碰撞，既激烈又和谐，让人忍不住想要一直追下去。总的来说，演员们的精彩表现，让《请叫我总监》中的角色变得鲜活起来。
他们的演技就像是给角色注入了灵魂，让观众能够跟随他们一起笑、一起哭、一起成长。接下来，我们进入第4部分，风格与观点结合。我会结合剧集的视觉元素和个人观点，为你呈现我对《请叫我总监》的整体评价。请叫我总监在视觉风格上可以说是都市职场剧的一股清新之风。剧中的服装道具精致而时尚，无论是柠檬的职场装扮，还是陆继明的西装革履，都恰到好处地展现了角色的职业特性和个性。场景布置同样考究，从办公室的现代感设计到角色的家居环境，都透露出都市生活的精致和品味。在拍摄手法上，导演姚婷婷巧妙地运用了快节奏的剪辑和细腻的情感描绘，使得剧情既有紧张刺激的职场对决，也有温馨动人的爱情故事。这种风格的融合，让请叫我总监在众多都市剧中脱颖而出，既有职场剧的严肃，又不失爱情剧的浪漫。当然，剧集也有它的不足之处，比如某些情节的处理可能略显生硬，角色之间的冲突有时也显得有些刻意。但这些小瑕疵并不影响整体的观感，反而增添了几分真实和质朴。总的来说，请叫我总监是一部值得推荐的剧集。它不仅有着吸引人的剧情和出色的演员阵容，更有着让人思考的深度。无论你是职场新人，还是资深白领，都能在这部剧中找到共鸣，感受到追梦路上的那份坚持和勇气。2. 侯明昊拖累谭松韵，俩人合作项目只能延期。谭松韵和侯明昊要合作古偶项目，虽然两人在番位上早有共识，也都不是多事的人，但是没想到线下双方也搞出局语来了。谭松韵还没入组就已经对侯明昊有些微词了。至于说谭松韵为什么突然对侯明昊有了意见，原因则在于侯明昊方面已经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推迟了进组时间。谭松韵虽然是娃娃脸，但毕竟岁月不饶人，再加上他在古装扮相上一直不突出，所以他就规划好了医美的项目，做好了就抓紧入组。结果现在因为侯明昊的关系，他的这些规划全部都已经被打乱了，他这边自然是心情抑郁。不过说起来，侯明昊入组时间永远待定的事儿也不能全赖他，主要是郭敬明为了把田家瑞拍好，大梦的进度一直都很拖拉，而因为郭敬明的拖拉，侯明昊的一人之下和跟谭松韵的这个古偶项目只能是延期。而因为这两个项目都在等着男主开机，后续就算侯明昊入组了，也得压戏，届时只怕谭松韵还得更郁闷。最后只能说，希望侯明昊以后擦亮眼睛，再看到裴太子的项目就抓紧跑路吧。